准备 ，Ready Go！ 我根本来不及啊！什么？我还以为我们会有一种那种僵持，没有僵持一点没有。你看不起的人啊，可能他是很瘦的啊，还是他的手指很小，还是什么？他可能是一个很强的选手啦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啊。我应该是差不多15岁开始的，在班上跟朋友玩来玩去，然后输给朋友，所以我上网那时候看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学很简单的技巧，然后我第2天来到学校用那些技巧能赢过我的朋友了。在新加坡，掰手腕不算一项热门运动，但据报道，新加坡掰手腕协会在2011年成立时，只有少于20名成员，而现在新加坡有约7到10个掰手腕俱乐部，总会员人数超过200人。今年30岁的杨玉成曾代表新加坡出国参赛，最近更是为了掰手腕开了一家实体店。在很多业者大谈租金越来越高的情况下，他为何坚持这么做？掰手腕真的是我的 passion 啊，他给我了很多东西啦，他给我了很多朋友。我是今年的9月租了这个店，现在快要1个月了。租了这个店开始的时候，我花了大概是2万左右。每个月呢，我们的 rent 差不多1500啦，但是加了那些 utilities 等等，应该是每个月我们要花2000多了。当我开始很认真的时候啊，我的妈妈其实她有一点吓到了，因为她在网上看到有一些 article， 看到说我quit 我的 full time job 那种情况，但是我跟她说不是真正的 quit 我的 job 啦，是我现在有花多一点时间在 manage 这个 gym， 但是我还有做我的职业啦，我还是一个游戏的本地化专家。我觉得开这个掰手腕店可能是能成功的啦。掰手腕是一项国际认可的运动，国际组织如世界腕力联合会 WAF 和国际腕力联合会 IFA 每年都会举办国际赛事，而新加坡的选手也会组队参加，利用这个机会和海外选手进行交流。我开始做这个掰手腕的运动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那边从视频学的嘛，因为那时候在新加坡完全没有那种 arm wrestling 的师傅，没有老师能教我们。但是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得到了很多经验嘛，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们都会去海外的比赛，从别的师傅都学了很多东西，我们带回来我们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经验 pass 到下一个 generation 哦。差不多从3年前开始，我开始请海外的老师来到新加坡，所以现在我们在新加坡我有大概15个人得到了这个 referee certification。好了，那问了那么多，是时候让你来教我怎么掰手腕了。当然，你来。请问掰手腕是不是你越大只，你 gym 可以拿越重的东西，你就越可能赢？ You can'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。比如你看我也不算是那么大啦，但是我也会赢了很多人，因为掰手腕重要要有肌肉啦，但是你的肌腱也是很重要，那个肌腱你看不到的。掰手腕有这个 misconception， 只是有人家会觉得。会想了，我们只是用我的手还是我的臂啦，但是掰手腕是个用你的身体来全个身体来做的运动啊。比如你知道那种按摩的他们会用整个身体，他不是真的用手，他是用他的身体的力量去按它，就是一样的，这个是差不多一样的。掰手腕也是一样的。OK， 好。其实呢，掰手腕最重要的是你的力量啦，但是技巧也是很重要的。技巧，我觉得一般来说有2种，一个是叫勾手，就是这样，你的手腕进去这样，
还有一个是顶峰，就是这样。这两种技巧，there's two users 啦，two main users。勾手是打给你对手的二头肌bicep，因为放到这种情况啊，你的对手只能用他们的二头肌来 defend， 不能用他们的手的或者背还是他们的胸了啊。顶峰呢，就是打给你对手的手指啊，因为我们上这边那种 force 在我们手指啊，就我们很难拉回来的。准备 ，ready go， 嘿，嘿，什么鬼？我根本我来不及啊！什么？我还以为我们会有一种那种僵持，没有僵持一点没有。我的目标其实不是当成冠军还是什么了，觉得我 most important 最主要的目标是给下个 generation 有多点 opportunity 来掰手腕。另外一个目标是要新加坡的掰手腕当成一个 NSA， 就是政府 recognize 的一个运动。